如果只专注在一模一样，却没有做出任何更之上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不去看原版动画就好？其实10多年的技术力真的是差挺多的。影片中有大量爆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寻龙高手》。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伯克岛上居住着与龙群对抗的维京人。小哥哥身为族长之子，虽然想要与龙战斗，但缺乏体能的他，即便使用自己的发明，也常常弄巧成拙，使得自己在岛上不受待见。某天龙群来袭时，他无意间打中了没人见过真身的夜煞，本想借此机会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但真看见受伤的夜煞时，他却心软下不了手，也因此决定放弃屠龙。但没想到小哥哥的父亲使徒伊克在朋友的建议下，决定让小哥哥参加村里的屠龙课程。无法违抗父亲期待的小哥哥被迫参与课程，并尽可能的抽出时间与夜煞相处，甚至把夜煞取名为梅牙。在与梅牙相处的过程中，他发现龙并没有书中写的那么危险，他帮梅牙做了尾翼，让他们可以一起飞翔。除此之外，更发现了许多关于龙的生态习惯，让小哥哥在训练中不用费力变成驯服龙，成为训练声中的佼佼者，甚至得到了在全村人面前杀死第一只龙的荣耀。然而，小哥哥看待龙的方式早已与其他族人不同，他本想骑着梅牙离开，却被训练生中表现最优秀的雅斯翠发现。为了让雅斯翠知道不是每一只龙都是恶龙，他让梅牙带着雅斯翠一起飞行。就在此时，梅牙像是收到了召唤，带着小哥哥与雅斯翠飞往龙穴，见到了岛上的至尊龙。两人意识到原来龙群也是被威胁，才会3不5时袭击他们。回到伯克岛的小哥哥要求雅斯翠帮忙保密，剩下的他会想办法处理。隔天，在小哥哥的初次屠龙仪式上，面对凶猛的龙，他放下了武器与防具，想要证明龙的无害。但在使徒伊克的喝止下，差点要被驯服的龙开始发狂攻击小哥哥。感受到小哥哥危机的梅牙急忙赶来，虽然成功保护了小哥哥，却也被其他村民制服。从小哥哥口中得知龙穴秘密的使徒伊克，强硬的将梅牙绑在船上，带着众多族人出发讨伐龙群。众人顺利抵达龙穴，然而龙群并没有如预料般的袭来，取而代之出现的是操控龙群的至尊龙。在至尊龙压倒性的破坏力下，伯克岛的军队不堪一击。就在使徒伊克准备牺牲自己断后时，小哥哥带着训练生们骑着龙前来营救，他们成功让至尊龙分心，让小哥哥与梅牙会合，在两人的合作下，成功击倒了至尊龙，让龙群获得了解放。虽然小哥哥也因此牺牲了左脚，但他的勇敢与机智让他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伯克岛从此不再与龙为敌，而是与龙群共生。因为从预告片里面放出来的画面基本上跟旧版动画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在进场前其实是颇为担心的。我很害怕它就是一个完全翻拍原版的作品。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觉得真人版就应该要完全与原版一模一样，但有时我会想着，如果只专注在一模一样，却没有做出任何更之上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不去看原版动画就好？那我只能说我还是肤浅了。看完这部真人版之后，我认为毫无疑问的，它会成为我心中最优秀的改编真人版的模范。虽然确实剧情上跟原版动画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真人版最大的价值应该是来自于说它能获得的客群，我认为会比动画的要更多一点。因为我也认识不少人对于动画电影是有偏见在的，他们认为只要是动画就一定是小孩子看的，不论它的剧情怎么样。那对于这些人来讲，你原版动画再优秀，他们始终不会去看它。但今天改编成真人版的话，也许就能吸引到这群有偏见的人去看这部电影。那以资方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能多赚一点钱就赚多一点钱。那以粉丝来讲的话，考虑到原版动画已经是2010年的东西了，其实10多年的技术力真的是差挺多的。当年我们看第一部的时候，已经觉得表现很不错了，但今天我们去看真人版的时候，还是会被那些动画特效、战斗场景所震撼到。这部片它完全没有变动到原作的剧情，虽然有稍微的添加一些以前旧版动画没有的描写，比方说鼻涕出与他爸爸的关系，或者是双胞胎长相的部分，但这些东西并不会影响到整个故事的节奏，或者是给人的观感，不如说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在故事里面可以看到鼻涕出与他的爸爸关系也不是很好，间接的去理解到小
格格他并不是这个村子里面唯一的特例，这个村子里面很多人都想要成为自己父母的骄傲，只是他们用的手段都不太一样。就连原版里面没有太多描述的雅思翠，在这次的真人版也多了一些关于他身世的描写，使得他的角色变得更加立体。然后双胞胎长相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还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笑点。像这样子一个一个与原作不同，但是好好点缀剧情的改动，都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精彩，而且有着更丰富的描写。我觉得他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小细节，的确是有做到修饰了原版动画的一些小缺憾。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最后大战，当小格格他们骑着龙前来营救他爸的时候，原版动画这一段其实是小格格骑着龙，然后雅思翠坐在他的身后，甚至分配大家如何办事也是小格格在下令，反而显得雅思翠这个女主角只有前期你感受得到好像这个人很强，但后面他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戏份了。但相对来讲真人版的话，这一段完全是交给了雅思翠去处理，凸显了雅思翠在他们这群人之中的确是很优秀的那一个人，让这个女主角不会沦为一个单纯的花瓶角色。但相对来讲，我觉得她也砍掉了一些其实是蛮重要的伏笔。原版动画有一段是小格格跟梅芽飞到一半的时候落在一处休息，那一段可能只是一种很可爱的小互动，但它同时也为了后面小格格他们怎么解决至尊龙这件事情制造出了一个伏笔，让小格格知道说龙虽然会喷火，但其实口腔内部是不防火的。但真人版砍掉了这一段，所以也变成最后小格格跟梅芽在对付至尊龙的地方使用这招的时候会稍显有一点点的突兀，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部分。不过整体来讲我还是给予好评啊，可以感受到剧组他们在还原这个部分真的做得很用心。看完这部片再回头去看动画的时候，我才会赫然发现哦，原来原本动画里面的龙长的样子是那么的卡通，你只看真人版的时候，你甚至会以为他们原本在动画里面就是长那个样子的。除了在皮肤的鳞片上面下了功夫，他们也尽量的把每一条龙维持住他们在动画里面的可爱模样，并且尽量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把他们写实化，使他们在保留了可爱要素的前提之下，变得相对真实的一种生物。我真的很佩服美术团队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小格格他们骑着龙飞翔的画面，以及最后在对抗至尊龙的地方，那种速度感也是原本的动画没办法给予的。这或许就是这10年间技术的进步吧。尤其是真人版的至尊龙的造型变得更加的有威严，写实化之后还带有一点震慑力，所以小格格在骑着梅芽与他周旋的时候，那股魄力比动画还要表现得更加优秀。也因为这边表现得很流畅，所以对于你前面提到的嘴巴内部防火的伏笔，虽然被真人版省略掉了，但在你享受这流畅的动作场景时，你可能还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要事后才会突然想起来说，哦，好像有哪里怪怪的。除此之外，我个人最喜欢的果然还是史图伊克的演技吧。该说不愧是本人亲自上阵吗？你完全感受不太到他跟动画有何区别，就好像本人从2次元走到3次元一样。看着前面他在徒手敲龙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怀疑他为什么做得到。虽然我觉得爸爸演的确很好，完完全全就是本人演出，但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可能是戈博这个角色。戈博虽然在原版动画中也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但是我认为动画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单纯的丑角。那真人版给他加了不少的戏，不管是跟小格格或者是跟史图伊克之间的互动谈心，都让戈博这个角色变得更像是一个很幽默风趣还很可靠的邻居大叔。虽然他在教学上面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啊这就是维京风的教学方式啊。其实对于选角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选角都还不错，即便是长相不太一样的双胞胎，也都顺利的用笑点化解了他们的长相的差异。雅思翠虽然不是金发，也没有预想中的那么惊艳，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存在于维京村落里面的女孩，但也因为这样子，使得她好像少了一些身为女主角该给人的深刻印象。其实我更不能接受的是她的头发真的实在太像是拿2大坨麻绳挂在她头上了，这一点真的很突兀，尤其是出现特写画面的时候，那2个辫子真的很抢眼。明明其他角色看起来都不会像麻绳，为什么偏偏就只有女主角的头发像是2条麻绳呢？还是很粗的那一种。整体来讲的话，关于这部电影，各位你看真人版不是很好做吗？在原作就已经很优秀的前提下，只要照着
原作的故事去进行改编，专心在场景跟道具的还原，就算分镜跟台词都跟原本的一模一样，大家也是会买单，也是会看得很开心。都已经有考高分的考卷放在那边了，总不会有人连抄都不会吧？这次《驯龙高手》的真人版可以说是写实化的优秀典范，保留了原作优秀的剧情架构，用心在每个人物的还原，就算没有还原，也会有额外的塑造或者是笑点去补足，帮原本就已经很好的故事锦上添花，同时又展现了真人版才有的优点。精彩的动作场景跟带有速度感的飞行，都是原始动画因为技术限制体验不到的快乐，是一部毫无疑问可以推荐给任何人看的优秀电影。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